塔瓦纳没想到 Sia 竟然会到日本来找自己，他有些惊慌地将身体下意识地后撤，口中忍不住质问：你们找我做什么？我好像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吧？那位探员冷声道：不好意思，斯维特小姐，我们并没有说你做了违法的事情，只是我们收到国内 Sia 总部的命令，有些重要事情需要你配合调查。塔瓦纳道：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 Sia？ 起码要先让我打电话给我的律师，让他出面确认一下。探员立刻拿出了相关证件以及几份文件，摆放在桌面上，冷声道：这里是我的个人证件，以及 FBI 总部发来的传真，上面是对你的传唤文书，还有美利坚驻日大使馆的授权，以及日本外务省的公函，这些足够证明我们的身份了吧？而且现场还有日本外务省的官员，他们是收到外交照会，所以来配合我们工作的。塔瓦纳立刻道：那我也得给律师打个电话，让他知道我的情况。不好意思，探员冷声道，由于事关重大，为了防止串供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得接打电话，从即刻起不可以再触碰手机，直到调查结束。说着，探员低声道：你应该知道的，国内出了一些状况，有些人正在接受 FBI 的调查。FBI 知道你在日本，所以委托驻日本的 Sia 带你到大使馆接受远程问话。这件事已经得到了白宫的特许，刻不容缓。塔瓦纳听闻这话，整个人明显更紧张了几分。他连忙道：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演出了，几万名观众在等着。探员道：只要你到大使馆好好配合，调查很快就能结束，到时我们会把你送回来的。不，塔瓦纳神色忐忑，脱口道：几万名粉丝在等着开场，如果我迟到了或者没能参加演出，他们一定会非常失望的。如果你们需要我配合，起码等我演唱会结束再说。探员摇头说道：斯维特小姐，华盛顿在等着我们，为了保证两边调查的同步，我们必须在1小时之内把你带到大使馆。说着，那探员又道：斯维特小姐，如果你配合我们的话，我们会争取尽快结束，尽快送你回来，也尽量不耽误你的演出。但是如果你拒不配合，以至于我们必须强制将你带离这里，那整个流程就会更麻烦，耽误的时间更长，而且我们的态度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友好。一旁的崔佛立刻站起身来，说道：我们这次随行的团队里有律师，只是现在没在这里，你稍等片刻，我这就给律师打电话，让他第一时间赶过来。探员点头道：你可以通知律师，但斯维特小姐必须立刻跟我们走。如果斯维特小姐拒不配合的话，那我们只能强制带离这里了。三井良孝眼见这些人不把塔瓦纳带走誓不罢休，便立刻上前对那几名日本外务省的工作人员说道：不知几位能否跟他们沟通一下，最好还是不要影响斯维特小姐的演出。其中一名日本外务省官员摇头说道：这件事是美国人自己的事情，来带人的是美国特工，要接受调查的是美国公民，而且美国驻日大使馆还请我们协助，所以我们无权干涉。三井良孝轻轻点了点头，这件事除了是发生在日本之外，其他的和日本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外务省只是配合，自然也说不上话。塔瓦纳此时心里很是发虚，他大概知道 FBI 要找自己询问什么，无非就是美国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些事情，而关于自己与这些事情有关的传闻也甚嚣尘上，那些人现在都极其敏感，只要少有沾染，必然会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。更重要的是，自己支持的那位已经在竞争中被击败，现在当局要调查这些事情，基本上就是秋后算账，也是理所当然。他很想给自己的律师打个电话，让律师帮忙跟美国那边斡旋一下，可一想到对方不允许自己使用手机，而且随时有可能强行把自己带走，他心里便有些担心，一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强行带走，那视频必然会流传出去，到时候还不知外界会如何解读。想到这里，她便对男朋友崔佛说道：
崔佛，你给我的律师打个电话，把情况告诉他，让他到大使馆找我。崔佛一听这话，便意识到塔瓦纳已经决定跟这些探员离开，于是便道：我跟你一起去，路上再给律师打电话。对崔佛来说，虽然刚才与塔瓦纳有些不愉快，但心里毕竟还是爱他的，这种情况哪能让女朋友自己一个人去面对？更重要的是，塔瓦纳的助理、随行人员此时全都在演出后台备场，虽然距离这里不远，但现在再去叫人肯定来不及了，所以只能自己陪着一起。此刻那探员看着他，问道：你就是崔佛肯尼迪吧？是我。崔佛点点头，我是塔瓦纳的男朋友，我有权利保障塔瓦纳的人身安全。探员点头道：没错，你是有这个权利，不过你也在 FBI 需要问询的名单里，所以也请你跟我们一起去一趟大使馆，有些问题需要你来回答。不过你放心，需要你回答的问题并不多，你只需要好好配合，很快就能结束调查。到时候你就可以联系斯维特小姐的律师，让对方到大使馆等候。崔佛听对方说的中肯且友好，便立刻说道：好，那我跟你们一起去。塔瓦纳见崔佛要跟自己一起去，忐忑的心情稍稍有所缓和，他与崔佛对视一眼，眼中带着几分感激，于是两人便一起站起身来，与那几名探员一起向外走。三井良孝立刻上前一步，拿出一张自己的名片，塞到了崔佛手里，随后对两人说道：两位到了大使馆那边，如果时间上来不及的话，随时给我电话，我可以推迟演出，甚至取消。希尔探员微笑道：三井先生不用太过担心，正常情况下，我们不会耽误斯维特小姐的演出，毕竟斯维特小姐的社会影响力很强，我们也不想搞出什么群体事件。那就好。三井良孝稍稍放下心来，说道：那还请诸位尽快。探员点点头，道：我们会尽快，不过具体进度不是我们掌握，是华盛顿那边把控。华盛顿现在是深夜，他们也是加班工作，相信应该不会刻意耽搁时间。说罢，探员对身边随行人员使了个眼色，一众人便带着塔瓦纳和崔佛离开了派对现场。三井良孝作为东道主，便主动陪着一同走出现场，打算目送塔瓦纳和崔佛上车。其他人见事出突然，有想跟出来看看热闹的，但三井良孝在出门前转身对所有人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，众人见此便也识趣的不再上前。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叶晨眉头紧锁，忽然开口对萧初然说道：老婆，我出去一趟。萧初然忙道：那三井先生不是不让大家跟出去吗？叶晨道：我是有点事要跟三井先生私下聊一聊，跟这里的风水有关。萧初然连忙拉住他的衣袖，低声道：老公，在这里还是别拓展业务了吧，日本人也未必信这个。叶晨笑道：我不是拓展业务，是友情提示，她不是费小姐的朋友吗？费可欣意识到叶晨肯定有其他事情，于是便对萧初然说道：初然，你就让叶先生去吧，日本人跟咱们华夏人一样，都很信风水周易，毕竟他们的传统文化几乎都是从华夏学去又进行本土化的，不说一脉相承，也起码一衣带水。萧初然见费可欣这么说了，便也不再阻拦，对叶晨说道：那你快去快回，如果他不太感兴趣，就别一直跟他说个不停。放心。叶晨向萧初然眨眼一笑，便赶紧追了出去。费可欣想起什么，连忙对萧初然道：我跟出去看看，也帮叶先生给三井解释一下。说完便赶紧快跑几步追上叶晨，在他身边低声问：叶先生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叶晨面无表情的淡淡说出两个字：忍者。